你知道举起手来究竟有多细吗？细节一，该片虽然是以搞笑抗日片上映的，但这并不能把它定义为抗日神剧，也更不是所谓的无脑爱国。影片当中的郭达就拥有着过人的聪明头脑。我们只需要知道，当年抗日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凭借着英雄先辈们的头脑和随机应变的能力，以及大无畏的精神。虽然剧中的郭叔看起来憨厚老实，但只需要认真想一想，如果达叔真是一个没有脑子的人，那游击队长会把国宝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吗？从这里也能证明达叔的过人之处。不过还是会有些朋友对此深信不疑，那只好派达叔上场了。你个日日下的，你往哪儿跑了？你这个畜生你啊！你连你哪儿生的种你都忘了？你以为你是个啥东西呀？忘了祖宗八辈教育你日你妈！哎，你他妈这话里有话呢！我是马驴。这一段不管是娱乐性还是讽刺性，都是直接拉满。细节二，片中让我印象深刻的一段是日本兵拿炮弹炸鸭子的场景，用迫击炮打鸭子，看起来就是杀鸡用牛刀，大炮打苍蝇。但其实影片这一场景也恰好反映出了当时的日本兵凭借着自己武器的精良，四处炫耀着嚣张气焰。细节三，当郭达在知道自己跑不掉的情况下，在家门口唱起了戏。看到这儿，相信有不少小伙伴都能够体会出当时那种浓浓的肃杀气息，以及郭达视死如归的心理。最后当郭达被小鬼子绑在火场时，竟被2个小孩子意外救下，看似不合理的情节，但仔细一想竟说得通。原因就在于当年抗日凭借的不就是地道战，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并且2个小孩也声明了自己是儿童团的，这可能也是导演在致敬当年的地道战和儿童团。细节4，在抗日的过程中，国内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抗日女兵，而在影片当中，女主用机枪横扫鬼子也成为了一大经典场面。同样从这一点也不难看出，导演这是在致敬当年的抗日女英雄。虽然画风搞笑了一点，但是细看却很值得深思。细节5，当鬼子进入村庄后，镜头给到了小日本，对着一群小鸡和母鸡进行抓捕，但唯独留下了一只练习2年半的公鸡。很显然，鬼子很快就迎来了报复，咱们的鸡哥朝着迫击炮奋力一击。其实从这一幕不难看出，导演是在讽刺鬼子当年犯下的恶心行为，他们所到的地方可谓是寸草不生，而他们也一定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细节6，不管是在哪一部的抗日影片中，都无法避免一个角色，那就是汉奸，也被称作伪军。但本片中与其他电影不同，在其他的电影当中，汉奸的下场几乎都是惨死，而在本片当中，却是汉奸和鬼子的自相残杀，给鬼子们喂猪食，给太君找到了西瓜地雷，最后被潘叔一脚踩下悬崖。从这儿也能够看出导演的良苦用心。如果当年的汉奸真是这样，该有多好。同样也反映出来一个道理，那就是邪恶势力一定不会有好下场。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该片的穿帮镜头。1，当女大学生被日本兵追击的情况下，铁路旁竟然出现了电线杆，而且右边还出现了大楼，这非常不符合设定。原因就在于这部影片的时间线是1937年，在那时还没有高压电路和大楼，但是作为一部经典老片，这丝毫不影响广大观众对它的喜爱。2，当女主拿到机枪将屋顶最后一个鬼子扫射下来后，细心的小伙伴一定能够看到，掉下来的鬼子腿竟然是用稻草填充的，并且在下一个镜头当中，2条腿的位置竟然发生了变化，并且也换成了真实的人腿。3，当大佐从水泥坡上滑下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看到他的身子下面竟然有一个滑板，这一幕只要慢放就可以清楚的看到。想必这一个镜头在当初拍了很多遍，原因就在于路面并不怎么平整，而且在人躺下滑行的情况下，滑板的方向并不容易控制。但不容置疑的是，这部电影确实陪伴了我们的童年，并且给予了我们无限的快乐。